1988年左右，变形金刚品牌在欧美市场进入疲软期。从1984年发售以来，变形金刚凭借机器人加载具这一创意席卷玩具市场。但几年后，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变形类型都已经做过了：汽车、飞机、头领战士、目标战士、能量战士。玩具的模具成本高，变形复杂导致生产难度大，利润下降，而孩子们对变形本身的兴趣开始降低，转向更具可动性、可以摆造型、互相战斗的可动人偶玩具，比如忍者神龟、特种部队 G.I. 教玩具。孩之宝发现，变形不再是孩子们购买玩具的唯一理由，他们想要能摆造型、能够握持武器、互相战斗的机器人。于是，孩之宝和 Takara 在1989年决定开发一种不再变形的变形金刚玩具系列，让产品朝着可动人偶的方向发展。这就是 Action Master 行动战士系列。降低模具和生产成本，变形结构省略掉后，造型更简单，零件更少，制作成本更低。当时，日本玩具制造成本已经上升，而孩之宝要维持全球发行，削减结构复杂程度是必然选择。为了迎合可动人偶热潮，孩之宝希望通过让变形金刚能打能摆，重新吸引孩子目光，并且延长旧角色的商业寿命。Action Masters 让经典角色擎天柱、爵士、威震天等以新形式再度登场。这些玩具通常配有载具或迷你金刚，而这些载具能变形，部分还可以作为武器或交通工具，这样既维持了变形元素，又让本体可动性增强，可谓是一举两得。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些角色不能再变形，官方为此编造了一段剧情。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核子探索超级擎天柱，便是这个故事的开端。21世纪下半叶，擎天柱以 Star Convoy 星辰擎天柱的形态复活后，为了让因能源枯竭而陷入瘫痪的赛博坦重获新生，擎天柱以星云星科学家海葵缔结为能量战士 Power Master， 共同寻找能让星球重焕新生的新型能源。他们在一个黑洞中发现了核子能量，并借助相位调制护盾的保护，闯入这个基点进行采集。找到核子能量后，擎天柱通过海葵将其吸入自身，进化成为行动战士。随后，他们将这一能量带回继承人阵营。核子能量为变形金刚的身体提供了无限能源，结束了因能源而起的战争，并开启了赛博坦同盟的新时代。嗨，大家好，我是代。那么今天呢，要向大家分享的这支玩具呢，就是 Nucleon Crystal Super Convoy 核子探索超级擎天柱。哇，看到这个右上角非常这个尊贵的10周年生日快乐 Toys R Us 啊，这个玩具反斗城限定的这一支核子探索啊，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算稀有吗？算一点点稀有的玩具吧。那么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外包装吧。首先正面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其实完全是当年这个 C307 超级人来的这个包装的换色版呢。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个 Power Master， 我们这个能量战士 HiQ， 我们海葵啊。然后这边是我们玩具的一些实拍图，这边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换色的这个超级人来了，下面写着 C307X， 然后 Nucleon Crystal Super Convoy， 然后这边写着 Black Shield に身を包んだ伝説のサイバートロン同司令官啊，用我们这个黑色的保护罩包裹全身，传说中的继承人总司令官，也就是我们这个 Convoy。 然后我们这边 Power Master， 我们这个能量战士啊，然后搭载在上面就可以解锁这个变形的机构，然后上面写的就是我们这个 C307X， 然后核子探索超级擎天柱，然后上面就是我们这个日版的标志啦，戦え超ロボット生命体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那么来看顶上的话，就几乎和当年的这个超级人来是一模一样的了，并没有改变啊。这边是有些简单的变形演示，然后下面的话，这边是换上了我们这个核子探索的这个例会了。然后下面同样是我们这个超级人来，哇，这边居然改了，这个变前进超级擎天柱。然后侧面的话就是跟正面一样，是两个这个实拍图，背面的话就非常的漂亮了。我这个盒子保存的相对还是不错的吧，前一个主人保存的。这边是折页是完全没有折到的啊，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看到我们这个后面战斗的这个彩画了，可以看到是画的是非常的精美啊。哇，这边 Super Convoy Triple Mode 超级擎天柱有3个模式啊，一个就是小人的模式，然后车厢的这个基地模式和2个合体之后的超级模式。
下面就是我们这个海葵啊，完全就是当年这个人来的这个换色啊。然后这边改成这个 Power Master 能量战士啊，原来应该是 God Master。对，这边是有写一些这个海葵的一些介绍的。那么这个之后再来看。然后另一个侧面的话就跟我们对面是一模一样的了。然后包装的介绍呢，差不多就介绍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内容物啊，包装里面取出来就是一个纸的包装壳啊，真的是非常的简陋啊。当年的这个超级人来可是这个泡沫包装啊，明明都做成这个反斗神限定了，还是不愿意给一个比较结实的包装盒啊。没有办法，我们来看一下比较重要的这张人物卡吧。我们这个 C307X。然后我们核子探索超级擎天柱的这张人物卡还是比较有收藏价值的。然后这边有写啊，只要有这个装备，我们就可以这个闯进黑洞里面寻找新的能源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按照惯例陈列出所有的配件。如果您想购买这款商品的话，请不要买到缺陷的了。那么先来看车头的表现，哇，可以看到是非常这个惊人的缩胶啊！好了，不开玩笑了。那么来看一下这款车型的表现，我们来简单的360度旋转一下，还是可以看出来整个车型是非常的扎实好看的。我们来拿出G1时期的擎天柱进行一下对比了，可以看到虽然是平头卡车，但是两款的这种整体造型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来的这个模具会更加的厚实一点，而且会高一点。背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另一个侧边啊，对比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先看我们这个车头吧，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有一些铆钉没有注塑出来的，可以看出来经过了10年，这个模具确实是，确实不是很好啊。然后下面车灯和保险杠也是有电镀的点缀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银色的这个花纹贴纸，也是有对应擎天柱的要素的。然后从侧面看的话，就是有一些这种梯子啊，这个车门的一些细节在这边，还是挺不错的吧。然后这边非常直白的机器人形态的大腿啊。然后从后面看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两只这个大手，后面还有这个没什么细节的这个拖斗的部分啊。然后车型的下面就是这个样子。可以看到这边，这边已经不是偷胶了，这边是送了委托胶。然后从上面看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也没什么好讲的。其实这个车头真的是，比较的没什么细节的一个车头啊。那么来看到这个 Power Master， 我们这个能量战士海葵的一些表现吧。我们拿出这个当年的，这不是当年的，这个是日付的。日付的人来进行一下对比啊，可以看到这个细节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并没有什么说是新角色给你改模之类的，并没有。好，放到一边，来看一下海葵的一个可动吧。首先手的话就是可以这个180度的活动，然后脚部是没有前踢后踢的，它只有一个，它只能这样劈叉，这个样子，因为是变形机构的需要嘛，所以说就不要苛求那么多了，这个小人。好，放到一边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它们搭配起来还是很有感觉的吧。然后大家不难看出啊，我们这个核子探索擎天柱是摸的我们这个 Black Convoy 暗黑擎天柱的这个配色啊，可以看到我这边拿出一个经典的模具啊，来进行一下对比啊，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红色的车窗也是有对上的，就是没有这个蓝色的这个条纹啊。然后我们来看到本款玩具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车厢的表现啊。然后车厢这边是有一个这个5毫米接口，是可以插在它的后面这个连接处的。简单的插上之后，哇，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样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真的是超级的帅气啊。然后我们是可以搭载上一些这个武装的配件的。这边小枪的话，我们简单的装上。附送的是一把黑色的肩炮，原版是这个灰色的，搭载在这个地方之后，好，我们这个就有一种武装模式的感觉了。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表现吧，我们来
从侧面看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有个蓝色的条纹加上一个汽车人的标志。然后从后面看的话就是一些这个门的一些贴纸的细节啊。然后另一个侧面就是这个样子。从正面看的话就是哇，这个大运来了。好，那我们来快进到它的变形环节。好了，我们人形和基地形态也是变形完成。哇，整体看上去还是相当的壮观的。我们本款玩具还是可玩点还是比较多的，仅仅只是2个东西就可以营造出这样的这种战斗堡垒的氛围啊，感觉是超级的帅气啊！特别是这个擎天柱站上去之后，就更有这种司令官的感觉了。好了，那我们分开来看，我们先来看这个擎天柱的部分。好，那我们先来看本体的表现如何。先来简单的360度旋转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整款玩具细节的表现。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头雕啊，做的是很正点的擎天柱的感觉啊，这种圆脸的面雕，加上这个深邃的眼神，这个眼睛是蓝色的上漆啊，真的是很好看啊。特别是你稍微的这种仰视一下，哇，就有这种氛围就扑面而来。然后看到胸口的话，就是2张蓝色的贴纸啊，也是对应 TV 这种蓝色的车窗。然后这边是有一些银色贴纸的点缀和这个进气格栅是这个银色的涂装。然后这边是个大裤衩，也是有一些当时这种擎天柱的要素在这里。然后看到这个腿部啊，这边是2张贴纸的细节补色。然后下面就是这个样子。哇，这闪闪发光啊！然后手臂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细节刻画了，甚至你这个烟囱还是在内壁啊。然后小臂的话，这边也是有一个经典3角形啊。然后从背面看的话，就是一个车头的表现了，因为它是使用的一个假胸嘛，所以说它车头就是背在后面了。然后这后面就是一个大的空洞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小的表现吧。我们来拿出这个天尊世代的毁灭柱来进行一下对比啊，也是我们这个比利时的劳模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体上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玩具吧。好，放到一边。我看一下它的一些可动的设置啊，可动设置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它这个膝盖是有这个齿轮的关节的，真的是咔咔作响，很舒服啊。因为这边也是合体需要嘛，所以说它是给你做出一些可动的。然后手臂的话也是变形需要，它是有一个这个上抬的关节的，甚至还有蝴蝶肩啊，我天哪！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过多的可动了。整体上来讲，因为是一只这个老玩具嘛，就没有办法苛求那么多了。然后人形手上是可以搭载它的这把大枪的，拿在手里之后真的是相当的帅气啊！哇，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了，那么人形先放在一边，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基地的玩法啊。说是这个基地的玩法，其实基地压根就没有什么玩法，就是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作用了。然后这边这个炮孔是可以上下的这个活动的。然后我们取下这个炮台的话，可以看一下，这边是有2个装位的，
这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再把这个神力战士做成这样的姿势，你就可以把这个中间这个装位就是扣在他的屁股这边，裆部这个地方，这么一卡，好，我们这个神力战士就可以坐上去了。然后再把它放回去，哇，这样的话就可以看作是我们这个神力战士在驾驶我们操控我们这个炮台啊。好，加上这个左右旋转的话，真的是，哎呀，感觉这个互动感还是很足的，有点像我们那个86大电影汽车人城的那个炮台一样。好了，那我们普通模式和基地模式差不多也是介绍到这边，我们来进入到它的 Convoy Super Mode Transform。好了，我们擎天柱超级模式也是变形完成，哇，整体的尺寸还是相当的巨大的。我们来拿这个天尊时代的毁灭柱来进行一下对比啊，差不多就是，哇，这个大小看上去真的是很巨大，两个它那么大了。好，放到后面去，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表现吧。先来360度旋转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体来看是相当的漂亮。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的表现啊，先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大头啊，大头真的长得是非常的帅气啊。虽然原设是一个头领战士来着，虽然是个大头啊，但是有大头的魅力啊。我们来看对比一下它这个原版的这个头雕啊，可以看到变更了这个配色之后，整体的这种气质啊也是完全不一样了。放到一边啊，我真的是不想拿那个日服出来对比了，我觉得这个日服质量真的不值得跟这个盒子来比。我很喜欢就是它两边的这种像类似导弹一样刻画这个细节啊，真的觉得是加分了不少。来看到这个胸部的表现，胸部就是非常标准的擎天柱人来的这个车头的表现了，哇，真的是很有勇者的感觉。勇者胸口总是要挂点什么东西的是吧？然后我们来看到下半身，就是合体裆部的一个细节，这边是有张贴纸点缀的，然后大腿是一个非常闪亮的电镀啊，哇，看起来是很爽，摸起来也是非常的丝滑。来看到这个小腿的表现，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非常敦实的一个造型吧。然后人来的模具非常标志的就是很大的一个脚掌，这边是有一些贴纸的细节补色。好，后面的话就是非常的一般了。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可动设置，头是不可以转的，然后身子也是没有可动的，它的手是可以这个360度旋转的。也是变形结构的需要，然后同样这个脚部是可以劈叉的，同样也是这个变形结构的需要。那么其余就没有任何可动了，几乎就是一个没可动的这种大胶了。好了，那么差不多这期视频呢，也就是介绍到这边。说实话，这款玩具的可玩性来说，还是说这款造型来说，我是非常的喜欢。人来这个模具真的是买多少个我都不会腻啊，还是非常高兴能收到这一款核子探索的配色的，因为是去年我是跟这个隐形的浪人兄弟啊，我是玩了他的这个核子探索，感觉这个哇，这个配色真好玩，天哪，这个手感简直是日服的1000%，所以说还是得收入这款玩具的，对我来说。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呢就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